你干嘛？你干嘛一直睁着眼看我？你不转身，怎么会发现？我刚才后面感受到了。总之你不能看，闭眼，不许看我。你越界了。我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我看，我才越界的，好吧？那好吧，那就放在此处吧。你干嘛？别动。怎么会有你这种无耻神仙？睡觉。好久未见他这般安宁的神色了，想来自你归位后，再未度过安乐时光。若你可以不是影渊，从始至终都只做唐周，我也不是仙石颜淡，只是一个游乐世间、安闲写戏的莲花精，那该多好。都怪时光风絮，红尘沙砾吹向你，心字涌入潮汐，频频问尽，情之所你这么一直盯着我，我怎么睡？无赖！燕丹，我答应过你，会履行帝君之责。眼下危机四伏，天界必有一战。我身为帝君，危难之际定当身先士卒。若你我终有一日死别，有过今夜温存，我已然无憾。燕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也来了北海，想必也是知道陆明失踪的消息了。天界有关于他的什么线索吗？我在陆明的浇筑镜里看到了北海水井，寻迹来此。既然碰上了，那就一起查探吧。寻陆明要紧，北海情形未知，多一人便多一分把握。那便一起吧。按长老所示，这里应该就是琉璃铺了。这是储存记忆的胶珠类。我们来晚了，我方才用了7重仙力才破此结界，那个先来之人必定修为强盛。我们去看看，那人有没有漏下什么其他的线索。这有块石碑，鲛人百代，子嗣繁昌，设琉璃铺，速记其踪。命途短顺，终归尘土；流水万千，芳名永志。这是鲛人族的祠堂。祠堂一般是祭祀故人的地方。陆明的鲛珠镜出现在此，难道？不可能，陆明一定是想留下什么线索给我。怎么会这样？
可能的。严丹，陆明再次做出提示，是不是他已经？不可能，陆明一定不会死的，他一定是想留下什么证据给我，他一定没事的。严丹，你无法催动胶铸镜，别试了。陆明一定还在等着我救他，他一定没事的，他一定没事的。胶人陨身后，一生记忆都会凝聚成一颗胶珠泪，飞回故土。这是陆明的胶珠泪。这是聚灵丝，陆明早就留了一手。那人虽把陆明的胶珠泪摧毁了，可是若有聚灵丝，便会感知到宿主生前亲人的气息，便可以亮起来，可以聚回几分灵石。陆明，你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到底怎么了？帝尊，您找我？为逝者，收心纳言，但凡遗嘱，路就到头了。这怎么会是帝尊？三界之中，能赏你仙医之人少之又少。这神秘人屡次偷袭都能成功，还篡改了计策，并且联络东海。由此看来，帝尊的确有嫌疑。帝尊抚养我长大，与我是亦师亦父，他怎么可能会对我痛下杀手？而且帝尊并非是伪善奸邪之人，他治理三界万载，唯一有私心的事，便是隐瞒了我的修罗血脉。这其中必定有不为人知的隐情。神秘人与帝尊昔日的行为确实极不相符，可陆明铤而走险留下这个画面，他一定想告诉我们什么。或许胶珠镜中有什么线索，我探探便知了。走吧，陆明。等会儿，这灯都还没熄灭呢，你陪我值夜值傻了吧？那我陪你一起熄灯吧。放心吧，陆明，就算你在藏书阁当10000年的小仙士，我就陪你值10000年的夜。走。哎呀，你这个弄到什么时候？看我的。这是之前我和陆明陆明真的死了，我和他相约好要相伴万年，可是我却下了凡界，留他一个人在九重天。我本来以为还会再相见，可是再也没有机会跟他相见了。陆明他一定在怪我，他一定在怪我。陆明他没有怪你，他是在和你告别。
刚刚出现那2个画面，他是想告诉我们，地点就是在藏书阁，肯定是陆明早有防备，发现了线索。我现在去查一查便知。我和你一起去。若在藏书阁，我对那里很熟悉，我一定能找到什么线索的。燕丹，你是妖神，若是被发现的话，会有性命之忧。我一定谨慎小心，请你相信我。陆明如今尸骨未寒，可凶手却逍遥法外，我们没有办法在凡间安心等待。陆明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想帮他报仇，求你了。好，那我们便一起去。帝君，不必多礼。我今日要在藏书阁中查阅文典，不想有人打扰。是。陆明记忆中出现的就是这藏书阁，我们现在分头找。这么多高价书，陆明就算升官了，也跟以前一样，还是那么偷懒。愿无有言淡，平安喜乐。你每年都在为我祈福。可是如今我再没有办法替你祝愿了。怎么会有这么多腰带的书？这是我放细折的地方。陆明以前从不会在此存放其他书籍。查案要紧，这些私物留以后再说。有什么线索吗？没有找到任何线索，要不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吧。再过片刻，巡更的仙士就要来了。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是说，也许陆明在琉璃铺当中留下的幻影，不是在向我们告别。果然，鲛人的骨血杏书，可生不灭之火。这不灭烛，便是陆明用自己的血制作成的，这才是他想给我们看到的线索。九曜连珠，九曜连珠乃是万年难遇的奇异天象。燕丹，你看，这9颗星排成一列，遮天蔽日，在天地间结成法阵。这不仅是天象这么简单的事情吧？
九曜连珠天象出现的时候，若以金蝉翼及天地灵气，再以仙力深厚的神仙仙灵化作容器，生祭九曜阵，就能炼就乾坤印。乾坤印，而这个乾坤印，曾是修罗尊主玄烨所用，因其阴存狠毒，创世之战后便把它封禁起来，只有经历过创世之战的几位老神仙才知晓。上一次九曜连珠，正是仙魔大战之时。以仙灵作为容器，难道说北冥仙君当时大战归来之后，仙灵丢失，是有人故意为之，拿他的仙灵去私炼乾坤印？可炼就乾坤印所需要的金蝉翼，是3亿巫异族的法宝，此族早已灭绝。死于乾坤印之人会发生什么异象吗？乾坤印吞吸灵力，中招者仙骨脆化，难具成形。那我们去神官陵看看北冥仙君的尸身，不就真相大白了？好。仙君，您总说您为仙一生操劳，若有一日羽化，您想长眠于天地，得6根安宁。可如今为了还您一个公道，必须强行开棺，扰您清静了。龙鳞，这是当时于墨放在仙君身上的龙鳞。9旗龙鳞乃是灵根所化，坚硬无比，好好放在仙棺当中，不可能有破裂的。果然有人谋害了仙君，拿走了他们的仙灵，借此炼得乾坤印。3界之中，有能力弑杀帝君的，只有一个人，那便是天帝。昔年创世之战当中，他带领仙神灭了修罗一族，而如今又以修罗邪法残害天界之人，他为何变化如此之大？以他的身份，揭破此事，形同颠覆3界。我们必须谨慎确认，若想找出真相的话，还得收集更多的证据。我知道你与天帝情谊深厚，若是调查起来，你处境会非常的艰难。我有些担心你，你在明，他在暗，不能让对方钻了空子。你放心，燕丹，我绝不会徇私。事关重大，我自责无旁贷。在没有拿到证据之前，我们不可贸然行事，否则就会身陷险境。燕丹，你还是先回夜兰山去吧。你是帝君，一举一动皆被瞩目。若我化成一个小仙士，反而进出许多地方更不易被察觉。况且，陆明在藏书阁中留下那个木盒，我必须要弄清楚到底为何意。既然你要选择一起留下来，我会护好你的安全。仙君，我定会为你讨回公道。仙君是于墨的恩师，在凡界暗杀你之人，又与9旗灭族脱不了干系。以于墨的性子，必定会手刃仇敌。我这就传信于他，将我们所查之事告知。待我们找到使者，可在百仙觐见之时，与天地对峙。
但此时，我们还需九气龙鳞，验乾坤也。哪个不要命的小崽子敢打扰本帅休息？应元君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老元帅，我是来知会你一声。7年我让你留下的房间，现在有人要来暂住了。我来，是给他添置一些物件。这房子本来就是你弄来的，你想带什么人就带什么人，指挥我做事，只要不打搅本帅休息就好。哎，应元君，你要带来的是一个女娃娃。老元帅，日后有人与你同住，你若整天酗酒的话，这样下去有失体面。哎，看来本帅以后不会有好觉睡喽。这些都是延续天宫时的物件，他竟帮我保存至此。星辰屏，是姐姐。颜淡，余墨为下界寻你，不惜断了龙角。相识不久的友人尚且待你如此，我这相伴而生的胞姐却无事可做，只能为你接一瓶星辰，祈愿你在凡界一切安好。余墨竟是为了我，去寻我的时候断了龙角。余墨，这份情谊你让我怎么还？颜淡，若你可以原谅我，大婚那日，我要亲手为你穿上这件嫁衣，希望你能心想事成，冲破一切天规，和应元君永远在一起。这些年姐姐一直在牵挂我，可如今我跟应渊放不下，也回不去了。你是何人？颜淡，好不容易扮成你一次，还被你看穿了。你为妖神，为何冒险来了天界啊？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我就是想你了，回来看看你不行吗？姐姐，你为了救我，把你的半颗心给了我，让我有了重生的机会，谢谢你。你怎么这么傻呀？剜心那么痛，你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？
我已无大碍了。你呢？身体感觉怎么样？恢复得好吗？你觉得呢？姐姐，我看到你给我收集的星辰瓶了。如今你也升了仙阶，而我在凡界过得快活自在。我突然想到，我们当时对着星辰瓶的许愿都已经成真了。那你有没有看见我为你准备的嫁衣呀？那也一直是我的心愿。你离开天界这么多年，是帝君收好了你的旧物，珍惜守护着有关于你的一切。他心里是有你的。别再说了，姐姐。他要守护的远远不止这些琐碎之事，还有3界苍生都在等着他呢。我现在觉得，其实不是每段感情必须要有结果的。我与他，我已不做妄念了，只想护他安康。你呀，明明心里就有他，为何要逼自己放下呢？3界终有安宁的那一天，到了那个时候，也许帝君就可以放下责任，与你相守一生了。我已经长大了，你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安慰我呀？你放心吧，这些年来，我已经学会了珍惜当下，莫问前程。我跟他，我不想再强求了。关于应渊君的事情，你不想多说，那我便不再问了。不过你此次偷偷跑回天上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难道跟我都不能说实话吗？我们所查之事涉及天地，若是被他率先察觉，定会被其灭口，还是不要牵连芷溪为好。颜淡，我知道你有事情瞒着我，可是你不要忘记了，你的这里已经有了我的半颗心，你的性命不再是属于你一个人的了。无论如何，你要让我知道他的安危。姐姐，你之前就和我说过，天界有人袭击了帝君，而此次陆明失踪之事，想必你定也知道了。你这次冒险回到九重天，定是为了查验此事。颜淡，你和我约定过，你我之间要彼此信任，不离不弃。如今，你要食言了吗？好吧，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。今日医官可向我抱怨，说寻不得你踪影，无法医治。今日怎么得闲，杳无遗虚啊？帝尊此前教导应渊，为仙者应当克己。您从不饮酒，亦不喜仙人贪杯。今日不知帝尊为何会携酒而来？大战之后，吾深有感触。一生苦短，往日这天界的清规戒律，实属无趣，不必桎梏己身。帝尊变化之大，应渊颇感陌生。人非金石，怎能不变？帝君，你往昔不也是无情吗？下界历难，回来之后不也为情所苦？你不是也变了吗？时隔数年，我重返天界，对天界事情很多都很生疏，便去了趟玄心崖住了几日。获得老元帅提及一事，我想不明白。据说当年大战之前，帝尊曾说过太幽难当重任，可不知为何如今他能破格提拔为仙兵总管。此事甚是无奈。你要知道，太幽是湾云帝君的弟子，湾云帝君战死，吾心甚痛，时常想念。
所以，现在三界无事，我就破格提拔太幽为总管，以为湾云帝君在天之灵。好了，天界之事有吴掌管，你方归仙位，身体尚未康复，就不要那么费心了。应渊只是担心帝尊事务繁多，只是想替您分担一二。我回九重天那日，帝尊才说过，必定会查清楚仙魔大战之内情，以及凡界偷袭之人。这过了几日之后，不知帝尊可有结果呀？无疑有几个怀疑的人选，正在一一探查。帝尊，那偷袭者常用无影兽来与人传信，我已经查探过了。天界诸多仙官也得以佐证，在玉清宫之中，许多人都听到了无影兽的轻啼，想必此人便在宫中。不错，你的想法与吾一致。此人喜好收集和喂养各种灵兽，而且在你下界之时，他偷偷下界，甚是可疑。此人便是吾的贴身侍官陆明。帝君，吾听说陆明与你关系甚好，他有没有趁此机会暗害于你？不知为何，陆明现在不在宫中，寻不到踪迹。要不然，吾一定亲自将他绑来，让帝君审问。我对神秘人所施的7日同命咒，如今还剩最后1日。我若能探出他手中印记，便是铁证。许久未见帝尊，甚是想念。昔年，您常在这里飞至杯斩试探我的仙法如何。若是在杯斩落下前10招能胜你的话，便能获得赏赐。那么今日，应渊想与帝尊比一比。哦，帝君为何今日如此好兴致啊？只不过你仙体受损，仙力尚未恢复，改日吧。帝尊拒绝，难道是怕了？您曾说过，惧者必败。帝君，吾何惧之有啊？只不过是怕伤了你。记得你年幼时候，吾曾单手与你过招，那今日就重温一下儿时之梦。吾单手与你过招，请。帝君，吾就说了嘛，怕伤着你。多谢帝尊手下留情，应渊无碍。你仙体方愈，今日就点到为止。天色也不早了，吾该回宫了。
此番错过，7日同命咒终究无用了。帝尊向来不喜我义气，自己也不善艺术，为何如今他随手一摆，却能完满复盘？难道？真没想到，陆明竟用自己的骨血为你们留下了线索。他生前曾多次来到妙法阁，每次都会在这个柜阁面前停留。我想这其中一定另藏玄机。怎么又是腰带？我之前在藏书阁看到陆明留下的木盒当中，全是与腰带相关的书籍，可他生前对法器还有配饰毫不在意。他这么做一定有什么原因。这些腰带从何而来？诛仙都会定期更换法器用物，而换下来的旧物就会暂时放在妙法阁中。这个柜阁就是专门用来存放各位仙君腰带的。诛仙君更换法器的记录你还有吗？给我看一看。有的。你看，这2页为什么是空白的？有2位仙君从未更换过腰带，所以就没有记录。一位是帝尊，还有一位就是应渊君。为何？仙幕大战过后，帝尊就再未更换或修缮过腰带了。推说是因为故人皆逝，所以格外珍惜旧物。而帝君不愿更换混元玉带，是因为上面有你亲手绣的4叶汉带呀。他上千年来都没有换过腰带吗？自你出现以后，从未更换过。应渊白日所施，竟是玄烨所创的永夜功。此功唯有修罗尊主的血脉可炼。玄烨已死，血脉已断，此功怎么可能再现于世？难道玄烨的刃魂剑不见了？唯有修罗尊主的血脉，方可降服刃魂剑灵。地崖只有应渊长居，剑灵必然已归顺于他。应渊，你竟是玄烨之子！原来如此，应渊，吾只要得到你的血脉，便高枕无忧了。帝君不愿更换混元玉带，是因为上面有你亲手绣的4叶汉带啊。何人在此？颜淡，我正在更衣，你怎么来了？4叶汉带不是可以解百毒、愈万伤的吗？你身上的疤痕是怎么回事？昔年所受刑罚，病坠入体，这伤痕万物难解。帝君，出什么事了？帝君，您这可是违反天规之事啊！我早已不在乎天规，只想护着自己在乎的人。愣着做什么？出去！帝君，
我来找你只是想告诉你，我找到新线索了，你不要误会。仙魔大战之后，帝尊一反天界常规，推说练习旧物，于是他身上的腰带就再没有更换过。可是他对其他的法器从未如此重视，我猜测那个腰带一定有秘密。帝尊从前重武轻文，极是节俭，如今天界气象奢靡，他的饮食起居、性情喜好皆与从前不同，确实可以。你有没有查到什么其他的线索？无影兽曾是证据。我在陆明的卧房当中找到了这枚断剑，但如今无影兽已死，再无对证，看来是帝尊早已做好了打算，栽赃陆明。那我们就找不到任何他的罪证了吗？我白天试探过他，发觉他的功法异常强盛，可在他的修行记录中却未有得到之迹。这可能与修炼乾坤影有关。若是能够找到他曾研究天象，并且借用九曜连珠修炼的过程，还有证据，那我们就可以揭露他的罪行。九曜连珠的细节，是决定了帝尊在仙魔大战之中扮演了何等角色。若天象可以预测的话，那么这次大战很有可能是他算准了时机，亲手挑起。我已经去过还秦的故居，找到了那本星图册，可是九曜运行，我找不到任何规律。九曜运行并无规律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这幅星图我曾经见过。你说的是这幅图中九曜的位置？包括前面几张也是一样的，九曜的位置非常的眼熟。来，给我。这幅用白字。九曜司，天、地、阴、阳，阴为黑，阳为白，黑白交错，阴阳叠加，于是成了这副棋局。而这副棋局，我曾经在偃虚天宫见过。这是还秦想出了一局残棋，研究许久都没有对策。他说要送来宫中为难我一回，我把他给了你，你3日之后就破了此局。他高兴坏了，拦了北冥仙君的仙鹤，驾鹤来观棋。果然，这九子连在一起，就是九曜连珠的方位。还秦如果已经预测出九曜的星轨，为何还要隐瞒他人？他会不会是帝尊的人？如果要查清楚真相的话，那我们只能去还秦生前值守的步星亭寻找线索。今夜步行已成，失了时机。明晚我们再一起去查吧。哦，好。天色不早了，那我先回玄心崖了。
燕丹，我还有一句话。方才对清源所说的话，那是我的真心话。我不会再受制于天规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。帝君，你怎么屋外还有人啊？你们继续，我和陆景在这儿好好守着，不会让别人发现的。他们要守多久啊？依照新宫规，可能要1整夜吧。1整夜？那我岂不是1整夜都出不去了？有可能。那我现在怎么办？你确定你在下面睡没事吗？时候不早了，睡吧。地面阴冷，如果寒气侵入你的体内的话，你旧伤复发，那就不得了了。这样吧，还是我睡地上，你睡榻上吧。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这样吧，我们以线为界，你睡这边，我睡这边，不得越界，和平就寝。哎，我怎么觉得你是提前预谋好的呢？没有吧？小人。出大事了！帝君，帝君，我等奉帝尊旨意，请您即刻前往凌霄殿，有要事商榷。陆景，没有本君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离开偃虚天宫。是。帝尊，天中撞响9次，乃9重天100万年来未有之事。敢问帝尊，发生了何事？自如归位以来，异状频发，众仙官甚是担忧，纷纷上奏，所以今日无不得已把如请来一叙。上一次钟声响彻9重天，乃是仙魔大战得胜归来之时。应渊何德何能，让钟声再次为我而鸣？还请帝尊明示。吾用9道天中封闭天门，皆因这9重天只剩你一位帝君，整个天界无人可以抗衡。若不如此，众仙官怎敢仗义直言？此皆是为了天界安危，不用介怀。应渊君镇守天界数万年，向来是吾辈楷模。可归位以来，不知何故心性大变。我统领天兵，应渊君未曾有一次过问天界防务，只见你屡屡下凡，留恋人间。我还以为应渊君犯了多大的罪过呢，不就是到下界逛了几遭吗？可笑！我想问一下在场的众位仙官，哪个没在闲暇之时到下界逛上一逛，走上一遭啊？太幽方才进位，谨慎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应元君，吾记得你从前从不无故下界。
帝尊以让我养伤为由卸了我的差事。天庭守卫并非我管辖之事，如何知会？之前罹难时，我屡遭丧命之险，来者行事诡谲，欲毁三界和平，因此我去下界调查。何人敢大胆谋刺于你啊？应渊，应渊！天界近日并无要事发生，突然敲钟，9重天门尽数关闭，上神亦无法出入。难道真的和应渊有关？可万一不是，白日外出被人识破我伪装姐姐，反倒惹来麻烦。颜淡，你果然在这儿。帝君被帝尊召去了，大批的天兵围住了凌霄殿。我听太幽星君的进士说，帝尊要对帝君发难。帝君的安危关乎三界的安定，下界时也会有人暗中保护。谁知天兵所见，你下界并没有查案，而是私会妖女。应渊君，你守护的是三界，还是私情？帝尊，这是何意啊？应渊，你可知罪？若帝尊指的是芷溪的话，我不知罪从何起。帝尊，帝君。是芷溪行事不周，近几日我在帮帝君修补法器，因为太过心急，所以几次出入偃虚天宫，不仅令帝君被太幽星君误会，而且还得罪了帝君身边的进士。帝君犯错与常人无异，我身为进士也不可包庇。我亲眼所见。帝君将他，你是想指证我与帝君犯了情戒？青云，我早就和你说过了，我的志向是成为高阶的掌事女仙，并不会和你抢做仙士的。你又何苦把我骗到此处来？你因妒被主，你所说的话不足为信。且不说芷溪仙子向来性子拘谨，一心修炼。我记得当年帝君复明归来，帝尊就曾以断情线试炼，证明了二人并无私情。不错，应渊君与芷溪确无私情。帝尊英明。他不是芷溪，是转荣诀。不错，与应渊有情的，始终都是昔日的偃虚天宫的仙士，今日野揽小妖，颜淡。帝尊，我此次上天界，皆是因为我的好友陆明失踪一事，与应渊还有芷溪毫无关系。若帝尊要责罚的话，我愿一人承担。应渊，此等伎俩，瞒不过吾，难道能瞒得过你吗？你在下界罹难之时，就曾与此妖女有所纠葛，吾并未在意。现在九重天对有情之人不再苛责，但你明知他是颜淡，却称他为芷溪，诓骗诸仙家，真的是甚失无望啊！
应渊，吾可以容你生情，但你不能对此妖女有情，你可敢一言？断情线未断，堂堂帝君竟真的爱上了下界妖女，哼，荒唐，荒唐至极呀！沉香，并未成血，对吗？我确实对颜淡有情，900年前为情伐自成，纵然如此，情根依然不灭。如今我愿再受刑罚，但此情坦荡，无害三界，哪怕帝尊不封天门，我也会如实相告。我就说你对他那么好啊，应元君，你很有种啊！也罢，天规已改，看在你主动承认的份上，吾可以给你一个选择。你若愿意放弃仙籍，辞去帝君之位，你就跟他下界，做一对平凡夫妻吧。谢帝尊。若是他愿意，我定会相陪。但不是现在，因为我还有重要的事情没有做完。世事难两全，如果你不愿意放弃仙籍，便要受到刑罚。此妖女已经失去仙籍，以妖女的身份蛊惑帝君，理当处死。有我在，没人可以动她。曾有人向吾检举，你在历难之时曾假意身故，意欲欺瞒天界，跟此妖女双宿双飞。之前吾还不信，如今看来，此言非虚啊。当时帮助帝君假死，欺骗天界的仙官，是同我一同服侍帝尊的陆明。奇怪的是，陆明在帝君归位之后便失踪了，至今生死不明。你二人是否为了隐瞒真相，害死了陆明？帝尊，我想陆明之死，您比任何人都清楚，而如今您却在这里贼喊捉贼。大胆，竟敢污蔑帝尊！暗中查探的这段时间，无论多少证据指向你，我都在想，这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误会？可直到今天，容不得我再自弃。陆明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他如今的确已经仙逝，可是到底是为谁所害，口说无凭。这是他生前用记忆凝成的鲛珠泪。帝尊，您找我？为逝者，收心纳言，但凡遗嘱，路就到头了。
凭这个画面，不足以说明真凶到底是谁。可是陆明在死前给我留下了一个重要的线索，那便是九曜连珠。没错，九曜连珠乃是万年一遇的奇异天象，以此可练修罗邪术，乾坤隐，功成便不用再修行，可直接吸取他人仙力。这片龙鳞来自上古彝族九岐，此乃天下至坚之物，而唯有乾坤隐可以使其淬化。北冥仙君仙逝后，仙灵不知所踪，而后有人将这片龙鳞放到了仙棺里，随后龙鳞破碎，由此可证，北冥仙君便是由乾坤隐所害。上一次九曜连珠恰逢仙魔大战，祭镇仙灵，则需与修炼乾坤隐者仙力相当。三位帝君、北冥仙君、祭都星君尽皆殒命，与他们仙力相当者，除我之外，只有一人。金蝉翼是修炼乾坤隐的最佳法器。三义乌在创世之战时，曾投靠过修罗族，彼时帝尊将其灭族。此后，金蝉翼便不知所踪。此物帝君是从何处寻来的？天之角，不兴亭。直到昨日，他还静静躺在观星石墓上，为主人吸收灵力。我想当年就是祭都星君发现了此物，才会在大战中被杀人灭口。天帝，你可认罪？夺法器，修邪术，挑起仙魔大战，残害同僚无数。若此番指控为实，你到底是天帝还是邪神？应渊，应渊帝君，吾一再相让于你，而你呢，颠倒黑白，恩将仇报，居然用一个如此子虚乌有的画面来编造如此荒谬的故事。是不是故事，争辩无益。我这里还有最后一片九岐龙鳞，帝尊，你可敢将它握在手中？若你从未修习过乾坤隐，此物可证清白。你是九重天唯一的帝君了，吾向来器重于你。你以为今日大张旗鼓地召你来，仅仅是为了一个颜旦吗？吾之所以用刑罚来敲打你，皆因不愿你做的那些丑事公之于众，蒙羞帝君之位。但是真没想到，你为情所误，鬼迷心窍。好，好得很。既如此，今日之事就做一个了结。带进来。陶姐姐不对劲，看来柳微阳已经落到了天帝之手。陶子期，你不是在仙魔大战之中死了吗？众卿看得没错，他正是陶子期。陶子期，你为何死而复生？与众仙说说。当年仙魔大战，我受命赴魔族，劝邪神止战，不料竟意外撞见应渊，与邪神私会。应渊意图谋篡天地之位，早与魔族联手，利用仙魔大战
重挫支持帝尊的帝君与仙君们。我因此被阴渊灭口，于生死场沉浮多年，后被帝尊救出，才得知当年3位帝君以性命为代价，杀死邪神，阻止了应渊的阴谋。原来，帝尊说要认真调查，乃是认真去抓人为质，编造假供了。难道仙魔大战是应渊君挑起的吗？简直是胡说八道！仙魔大战之中，应渊君几度九死一生，本帅是亲眼所见。3帝君尽数牺牲，只有应渊一人以中毒之名提前离开战场。但这毒这么快就被汉淡之心给治愈了。众仙，你们觉得这只是巧合吗？汉淡之心在我体内，救不救帝君，皆凭我意。况且，若要做局的话，怎么会有人将自己的生死大事放在一个外人之手呢？哼，兵者，诡道也。下策伐谋，上策攻心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之前你在北冥仙君处当差，为何在仙魔大战前夕被应渊调去了偃虚天宫？陶子季突然现身，身份存疑，空口无凭，不足为信。天帝，你只需手握9旗龙鳞一焰，便可洗清指控，何必如此大费周章呢？谁知道你有没有对龙鳞做什么手脚？帝尊何必受此折辱？应渊，吾警告仙官陆明，皆因其知道天界的一桩陈年秘事，吾本应永远隐瞒，真没想到，吾一心想保护之人，竟编造如此谎言，来构陷于吾。唯有修罗族人眉心长有黑纹图腾。应渊，没想到你是修罗族余孽。永夜宫，永夜宫，老元帅，你参加过上古之战，自然认得此写法。应渊不是修罗族普通的后代，他乃是修罗尊主玄烨之子。玄烨杀人如麻，用乾坤引屠戮他族，方才应渊提及此术，哼，果然是一脉相传呐。你曾说我父母是2族无名之辈，今日又改口，到底哪句是真，哪句是假？往日吾怕你被身世所累，望你一心向善，才有所隐瞒。但是吾万万没想到，你偷偷取出了镇魂剑，偷袭永夜宫，这是要步你父亲后尘吗？当日应渊帝君自负神术，本欲自戕，是我不忍，上前阻止，这才破坏了压制修罗的封印。镇魂剑飞出，之所以能被应渊君收服，皆是因为应渊君仙力非凡。是真是假，老元帅不会不知吧？唯有玄烨之子方可修习永夜宫，而镇魂剑是玄烨的佩剑，除了玄烨之子，谁能让他重新认主，俯首称臣？可惜了你这身血脉，竟自甘与凡夫俗子为伍。无论身世真假，修罗族的血债，应渊君丝毫没有助力，反倒是在创世之战当中大义灭亲，亲手除恶。正因此功，天帝才亲封应渊为青离帝君。这数万年间，
应渊君守护着苍生，是真是假，诸位皆有心有眼，难道还看不清楚吗？我相信应元君，就算他是玄烨之子，那又如何？他又没干过一件恶事。是啊，谁能选择自己的血脉呢？我亦相信帝君。吾曾经也以为可以教化他，成为天界的栋梁，可没想到应元生性本恶，为篡天地之位，居然妄想修罗族卷土重来，还勾结魔族残害同僚。创世之战失败后，他又心生一计，今日他编造出如此荒谬的故事来陷害吾。之所以应元如此胆大妄为，是因为你知道，吾待你如己出，不会对你赶尽杀绝的，对吗？帝尊昔日的维护照拂，应元一日都不敢忘。自幼您就教导我，身负罪孽之血，当以身相赎。刚能提剑，我便奔赴战场。从那时起，天下苍生，便是我的责任，更是我的愿望。这万年来，天规教条，我尽守之。天下为重，其余皆轻。在没有遇到颜淡之前，这世上没有应元，只有帝君。若非我查到实证，我真不敢相信，教我守护天下的帝尊，竟会有如此不堪的一面。无论我是什么样的身份，身上流着什么样的血，九秦龙鳞和金蝉翼，都是乾坤隐存在的铁证。应渊，别以为你巧舌如簧，就可以掩盖污蔑帝尊的事实。果然是擅长伪装，九岐三义乌皆已灭族，你所编造之罪证，简直是荒谬至极。好，既然你执迷不悟，吾只有彻底揭破你的假面。陶子期，你刚才所言可有遗漏？我复生之后，自叶望川返还人间，竟发现邪神玄香尚在人世。你说什么？邪神怎么可能还活着？攸关三界，不敢说谎。仙魔大战中，邪神身受重伤，躲进了凡界的珠翠山。我发现之后，本想要立刻返回天庭报谢，不想，却看见了应渊君。应渊以下凡历难为名，千难万苦找到邪神，并助其恢复力量。二人早已联手，随时会掀起第二次仙魔大战。邪神当真还活着？那他此刻在何处？本帅即刻带兵去杀了他。这个问题的答案，恐怕只有应渊君能回答你了。应渊君，本帅相信你和魔族无关，但邪神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此邪神非彼邪神，挑起大战的人并不是他，而是魔族长老朔华，以傀儡术顶替的。颠倒黑白，莫不如是。钟卿，正所谓孤证不立，陶子期所言还有人证。
小仙是朱翠山土地，领旨上天参见帝尊。土地，可见过此二人？见过，他二人想方设法想要盗取我朱翠山的县志，且再三向小仙打探仙魔大战跟邪神的细节。小仙不从，他们便威逼小仙呐。藏书阁夜间守卫近日来报，帝君常在深夜无人时出入藏书阁。帝君走后，记载着仙魔大战的珍贵史籍就此消失无踪。我可以作证，近日帝君不是频繁外出，便是和严旦在偃虚天宫密谋。我还亲眼看到他们行苟且之事。青云，你在说什么呢？好你个应渊啊！蛰伏900年，只为了找回邪神，一回来就急于销毁罪证，把脏水泼给帝尊。修罗族果然不可信，杀了他，为死去的同僚报仇。帝君应渊，身为修罗族余孽，得天庭收留，委以重任，但其不改狼子野心，结魔族挑大战杀同僚，为一己私欲，罔顾天下苍生。九重天再容不得此人。吾宣布，将应渊押至天刑台，处以怨刃之刑。不可，此事还没完全查明，不能草率定罪。我和应渊君共事多年，不管他们怎么说，我是不会相信应渊君会残害同僚的。火德月瑶，证据当前，数度为逆贼辩解，难道你二人是他的同党吗？好了，念你二人被他蒙蔽多年，先革去仙职，闭门思过去吧。哼！若还有谁要为应渊求情，可以与他一起共赴天刑台，受怨刃之刑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今日我便要验个明白。应渊，住手！别管我，快去龙陵！应渊，别管我了，我们邯郸没有那么娇贵。我听闻岳灵化刃自九幽而降，可以斩仙骨、削仙肉。朱帝君，这刑你不能受，快走啊！我不能看着他们伤你。应渊，吾已陈10万天兵于凌霄殿外，你无路可逃，束手就擒吧。若你还执迷不悟，屠戮仙族，我现在就将你心爱之人处死，以惩你偷天罪行。别管我，走！放心，我们肯定会没事的。就如同多了一次升仙之劫。岂止啊！愿刃入体会分而化之，将皮肉筋骨全部切开割碎，内里被碎尸万段，只剩皮囊完整无缺。应渊，只要你肯认罪，和盘托出你是如何与魔族勾结，念在你往日的战功，我可以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
这话该是我说给你听。等下行刑时，你别看，死不悔改，用刑！且慢！小花妖，你是想劝应渊认罪伏法吗？无罪之人，何来劝说之理？他若是蒙冤受刑，女身在此，我又岂能独活于这世间？今日，我便要和他一同受刑。严丹，哼哼，真是一对情真意切的璧人呐！好，今日午就成全你二人。你受不住这刑罚，真是个傻子。你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。天帝，你为一己私欲，挑起3界大战，罔顾生灵，不配为仙，更不配统领3界。放肆！纵今日我二人身死，天道不亡，列作正仙，绝不可任此罪孽滔天之人再颠倒黑白。严丹，怎么样？还守得住吗？嗯。好。满地碎木枯黄，会走出一滴泪吞海银浪，执迷于一往。走到从此天各一方，走到你乡，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最绵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情字落闻香，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，别怕，一轮岁月凉，洗尽纤尘仍有，只是看着痛罢了。轮转中为思念疯长，一世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感你为我剜心受刑之时，梦中梦